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大家还记得数字货币这个玩意儿不？哦，此数字货币并非加密货币啊，这个数字货币指的是 DCEP 央行数字人民币。这个玩意儿和咱们炒币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着呢，不得了，不得了啦！你们还炒币呢？炒币之前呢，你们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钱都没了，你拿啥炒呀？房子都没了，你拿啥炒呀？啥都没了，你还怎么炒币呀？面具人今天看到了一条不得了的爆炸性消息啊！咱们今天啊，主要就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先讲你们口袋里面钱的问题。就是说，先讲一下你们口袋里面的钱以后还会不会存在的事儿，因为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这个有钱没钱的问题，才能去想着拿钱炒币或者消费，对吧？你没钱，你啥都干不了嘛。所以呢，今天有关币的事儿呢，咱们就放在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再说。好了，咱们先来讲第一个事儿啊。我在油管社区还预告了一下，给大家念一个新闻听听啊，各位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个新闻其中的玄妙。全国首个住房公积金业务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试点在大连落地。5月25日，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消息，今年5月19日，该中心成功的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方式完成了首笔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以及个人贷款的还款业务。这标志着全国首个住房公积金业务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试点在大连成功落地，进一步扩展了数字人民币在民生领域的应用范围。这里有一个关键句子啊，说的非常玄妙呀，我再念给大家听一遍啊，仔细听好了。该中心成功的通过了数字人民币支付的方式，完成了首笔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以及个人贷款的还款业务。那么通过这句话呀，面具人我想到了几个方面啊，那就是以后的公积金的提取给你的肯定是数字人民币了呀，而不是真金白银的人民币哦。然后呢，你以后要交公积金，或者是单位给你代缴，或者是工资里面预扣，你得先把你的人民币工资转换成数字人民币，懂了没？那也就是说，以后你的这个公积金缴存啊，就跟你用那个什么数字人民币硬卡之前，你得先把你的真金白银转换成数字人民币，你才能进行消费，是一样的。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所有的终端收款只收数字人民币了，这个生态构筑已经弄成了。国内的人你不用数字人民币，你就买不到饭吃了，听懂了没？那你说你用还是不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前天呢，我还说到了中共放弃国际汇率目标了。其实这个就和我们买币打子弹是一回事儿。我们手里面的弹药不够，所以呢，在买币的时候就会精打细算，对吧？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手里的弹药多到打不完的时候，买什么币都不会过脑子了，对吧？中共也是一样的呀，给国内的韭菜用数字人民币，就是这种键盘敲一敲就能撸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没成本呀。然后呢，共产党就可以用这种数字玩意儿把全中国14亿人民的人民币吸收上来了。那中国共产党手里面有的真的是白花花的钞票银子呀，那他的弹药就充足的很了呀，他想怎么射就怎么射，对吧？爽就行了。因为他的弹药多到了打不完的地步，所以呢，他也就不用精打细算什么汇率不汇率的问题了呀，对不对？好，咱们继续听新闻啊。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直致力于智慧型住房公积金建设，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数字货币体系的号召，与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在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创新实践。
通过升级现有平台和设立专用 POS 机等方式，这个就是面具人刚才说的收款终端变了啊。以这种方式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他们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以及个人贷款的还款，高效地完成了数字人民币在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应用场景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应用，丰富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结算方式，扩充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范围，为缴存单位和职工提供了更多选择，切实地体现了数字人民币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下一步，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在试点的基础上，在我市各住房公积金的网点全面推广数字人民币结算业务，推进数字人民币在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销户等业务中的应用，进一步的提升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水平。看，马上就是全大连推广，然后呢就是全国推广。我去年都已经给大家预警过了，今年2021年过的这个年是你们能过的最后一个有人民币现金的年了，是你们能过的最后一个好年了。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作证啊！我当时就说了，数字人民币这个玩意儿以后肯定是要用于发工资、公积金和专款专用买房的。数字人民币肯定是要用到这个买房和工资上的，因为这个玩意儿的推出就是为了替换人民币的，解决中国的这个通胀以及经济泡沫问题的。为啥？因为这种键盘敲一敲就能出来的数字东西，它就可以无成本的操控中国人，而且共产党可以通过数字化开启上帝模式，控制各个网络终端的消费，控制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口袋里面的钱和消费定向，以及甚至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不对？值得大家警惕的是，既然公积金的终端可以强制的用数字人民币了，那么以后买房、卖房、租房的终端也是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对不对？你像现在什么贝壳房屋呀，各种各样的房屋中介都已经被国家监管了。像那些什么快递呀、电动车呀、网购平台呀，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不是？你生活周围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共产党一句话全部改掉，只收数字人民币。你没数字人民币，行呀，你拿你的人民币现金、真金白银先换，先兑成数字人民币，行不行啊？到时候呢，就可怕了。买房的钱就是买房的钱，不能用来买别的，卖房的钱也只能用来买房，公积金的钱就是公积金的钱，也不能用来买别的。自此呢，中国就会进入专款专用的时代了，数字粮票，对不对？专款专用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在座的各位应该都能明白吧，不用面具人我过多解释了吧。等你口袋里面的钱都被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了以后，你还想换外汇，你还想出国，你还想买币，你做梦去吧！因为这个数字人民币别国是没有持有的，所以你不可能拿这个键盘一撸就出来的数字玩意儿去跟别人老外去换美金换欧元，你当别人傻呀，对不对？那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现在应该能想明白了，为啥前段时间啊国家要打击数字货币了不？来，咱们想一个逻辑啊，你的真金白银的人民币买成了狗狗币呀、USDT 呀、比特币呀、以太坊呀，是不是你就可以拿着这些币和全世界的玩家进行货币兑换？那么这样是不是就相当于你的人民币资金可以外逃了，可以兑换成外币了？所以呢，共产党他不希望你们现在来玩加密货币，所以呢，他就要制造恐慌，让你们割肉，或者是他把网线爆你们的仓，对不对？让你们的真金白银人民币化为乌有。或者呢，还有一种玩法就是，他制造完恐慌，制造完大跌了以后，等他自己把底儿铺好了以后，再叫你们进场炒币，然后呢，他再玩一招釜底抽薪，抽底儿，把你们的人民币都给抽走。
又或者说再出台一个什么政策，比如说玩币犯法，买币犯法，抓住者财产充公，对不对？哎呀，你只要人在大陆国内，共产党想整你的办法太多了，想要你的钱的办法也太多了，你根本是无力抵抗的，想想都可怕呀。看，军队他控制，法律他控制，警察他控制，舆论他控制啊，啥都是他控制，他想弄死你，还不是跟捏一只蚂蚁一样？哎，你觉得你的钱安全吗？怎么安全？没法安全呀！现在去银行办个银行卡啊，网上转个账，一句话没说清楚，转不好，然后嘞，钱就疯了，完蛋了，啥都没有了。你说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你的财产能安全吗？但是呢，在国内的朋友们，没办法呀，真的是没办法，只能是富贵险中求，你不冒险。不冒险也没事嘛，反正在中国的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你们的钱通通被共产。以后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你们口袋里有的都只是数字而已。你说你现在的这些真金白银，这些钱不变现，不搏一搏，想办法把你的钱以别的形式存在，比如外汇，比如值钱的数字货币，以这种形式存在，你保不住的话，你就留着吧，人民币留着，以后呢也是要被变成数字垃圾、数字人民币的，对不对？墙内的人呢，也只能是这种局面啊，没办法，因为你就在墙内，共产党弄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你完全逃脱不了，对不对？要么呢，你就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想办法把钱变现弄出来。要么呢，就是坐以待毙，被割韭菜。不过呢，中国大陆墙内的人面对这种境地啊，这种境地对于台湾人、海外华人来说，那就是大好的机会了。墙内的华人面临着被割韭菜、被逼死的下场，被共产的下场。只有少数觉醒的能躲过一劫，可是呢，海外的华人呢，也就可以顺着这波势，也来割一割这波韭菜。币圈就是这样，你赚到的钱就是别人割下来的韭菜，懂了没？尤其是割那些粉红五毛的韭菜，面具人我是一点都不心疼的。为啥？因为咱们不割，共产党也要割他，对吧？他反而还爱共产党，那就让他割呗，对不对？咱们只是顺势而为，顺水推舟，是不是？那么一说到这个割韭菜的问题啊，咱们就要来说说狗狗币的走势了啊！币圈它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圈子嘛。经历了前天的大跌以后啊，很多币呢都出现了变态式的反弹，包括面具人前天推荐大家买的蛋糕币 Cake 啊，一晚上获利了70%呀！很多人买到的、赚到的都很开心吧？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会员朋友们，而且呀，这几天呢，我还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又发现了一个好币，分享给了我的会员群友啊。这些币呢都出现了强势反弹，可是呢，狗狗币却还是软趴趴的，仅仅是在 0.33、0.35、0.32 上上下下的来回徘徊，也不出现强势上涨，也不出现什么大跌。目前呢，还就是有着这个横盘的态势。即便马斯克先生连续的发推喊单，但是呢，效果也不怎么明显。面具人，我认为啊，狗狗币目前啊被推广了这么多，热度这么高，知名度好不容易打起来了，你说现在这些庄家把狗狗币毁了，也是不现实的。我个人估计啊，庄目前呢还是不想拉狗狗币，为啥？因为他贪。想等别的币抽水抽的差不多了以后，这边再强势拉升一波狗狗币，玩一招太极，再骗散户割了别的币，又进场狗狗币追高。等别的币涨不动了以后，狗狗币这边嘟嘟嘟嘟嘟嘟就起来了，然后别的币涨不动的人又心慌了，咵割肉，又一头栽到狗狗币里面。毕竟嘛，散户是没什么记忆能力的，所以呢，大家已经有狗狗币仓位的朋友们啊，目前呢，我建议你们不要冲动的继续加仓，
没仓位的朋友可以在目前的稍低点位试探性建仓。除此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唱空狗狗币，倒逼底下的庄家，看看他们能憋多久。那既然他们现在不想拉狗狗币，那咱们也就顺水推舟一下，咱们也就跟着他横盘唱空，看看谁先忍不住。那么既然现在要唱空狗狗币，问题又来了，那不投狗狗币，我们的钱总不能闲着吧？闲着的话，等于面对现在高速的通货膨胀，面对高速的物价上涨，我们的钱是亏损的嘛？那么我们的钱应该用来干啥呢？面具人前天已经说了，就是蛋糕币呀。蛋糕币经历了昨天前天的暴涨，从10块钱一下涨到了17块、18块。这途中呢，还有很多柠檬精酸酸的说，你别看这个 cake 币蛋糕币涨得快，它很快呢就会跌回去的，涨得越快跌得越凶。可是呢，蛋糕币目前依然坚挺，今天甚至还突破了18美金，并没有跌。几次下调都是因为一些散户的出货，庄家呢带了一点点大资金的这个出水，但是呢并没有造成恐慌性的散户抛售。再加上呢，蛋糕币它有着很容易操作的质押挖矿的 DeFi， 这个模式呢能产生被动收益，而且呢它不像传统的挖矿，又要买显卡，又要组装，又要装水冷，又要装这个变压器。蛋糕币的挖矿仅仅是网页上操作2下就可以产生被动收益了，这就会让很多入手蛋糕币的人不会轻易的卖自己的币。为啥？因为他不需要卖币呀，他持有了一定量的币了以后，他每天就靠网页上挖矿卖矿，卖矿的钱都够他花了，他为啥要卖币呢？所以呢，这个币它的市场就很稳定，他们的军心也非常的扎实，不容易出现大抛售。为啥？因为这个币挖矿也不用买矿机，简单轻松好上手，对不对？而且这个币它结合了币安币的手续费很低的特点。面具人啊，我前2天一直在想啊，你说 cake 币蛋糕币功能这么的完善，生态这么的强大，为什么这么牛逼的币老共就是不推广爆破它呢？我后来呢算是想到了一点眉目，那就是蛋糕币 cake 加币安币的组合已经涵盖了以太坊的生态链了，而且呀，蛋糕币的挖矿相比起以太坊的实体挖矿更加的方便简单，更容易操纵被动收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太坊最近是不是炒得很火的有一个叫做以太坊 2.0 的功能，就是类似于蛋糕币的这种网页挖矿。这种功能呢，蛋糕币也有，并且呢手续费更低，便宜的东西谁不喜欢呢？而且蛋糕币人家的交互性更强，再加上老共的办事效率也更高，这玩意儿呢还不给中国人开放，也就证明了老共留着这个东西有大用。目前面具人我估计啊，你看蛋糕币现在的价位是10几美金，如果老共真的是布局想要让蛋糕币 cake 替代以太坊的话，那么这个币轻松破100美金、1000美金，这都不是问题，对吧？尤其是这玩意儿不给中国人用，那就更好了，证明这东西有价值呀。给中国人用的都是什么地沟油、3聚氰胺的，中国共产党他把好东西都是出口的，这一点我相信各位是毋庸置疑的吧。好了，最后面具人还想要再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啊，那就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冷门的好玩意儿，老共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一款能够边玩游戏边赚钱的币，它有冒险章节，有剧情，还有可爱的小宠物，还可以进行 PVP 排位对战，还能孵化宠物蛋，强化宠物进行交易，买卖宠物和宠物蛋。我靠，这个玩意儿好高端呀！而且这个设计看起来是不是马化腾的腾讯操刀做的？可是问题又回来了啊，老共为啥一直捂着这个玩意儿不推呢？这个币的玩法类似于三国杀加炉石传说加神奇宝可梦，这么高端的东西，可惜呀，非常冷门，
它目前的市值只有可怜的42亿美金，和那些狗狗币呀、狗屎币，连狗屎币都比不了，狗屎币还有上千亿的美金呢。但是呢，面具人，我认可啊，这个玩意儿很有可能是老共布的一个新局。打开脑洞想一下，各位，电竞、电玩业啊，排位赛，可爱的小宠物吸引女生、年轻人市场。目前呢，这个币它有着冷门、单价低的优势。大家都知道啊，冷门币一旦是爆发的话，那它就真的是传说中的百倍币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币还是土共大手笔制作的，再加上老共向来只把好东西出口的风格，这个币刚刚好就是只给外国人用的，所以面具人，我判断这玩意儿必有大用，很好，我打算持有它了。爱心魔力小药水。那么至于各位观众有想要买这个币的，想要操作这个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或者进我的会员群，有具体的实战操作教学。在这里呢，因为碍于规则问题，我不能直接打广告。然后呢，如果各位有各种各样的理财，包括币的这个投资问题，或者是想要获得最及时的一手消息啊，跟上买到赚钱的这种消息啊，欢迎加入我的会员群。把这个视频点赞、订阅、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免费抽奖、体验我的群的资格，而且呢，更有可能获得赠送半年使用的资格权利。欢迎给我发邮件，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拜拜，剩下的我们群里再说吧。